就在这个时候遇到我在澳洲最让我头皮发麻的事情。2024年还想要来澳洲打工度假吗？租屋绝对是大家的共同问题之一，尤其在人越来越多的澳洲，找房子越来越困难。今天我会跟你分享我在3个月搬了6次家的过程，以及告诉你一些在澳洲你应该需要知道的一些事情。不论是找平台的选择，或是一些生活习惯，那我等一下都会提到。那以下都是我遇到的情况，那跟大家可能不一定相似，大家可以参考就好。那目前澳洲打工的现况，因为大家都说现在很多人来澳洲打工度假，那以我目前在墨尔本遇到的情况，还有我认识的朋友来说，很多人几乎大概一半左右找不太到工作，或是找到工作，但是薪水很低很低。但我也有认识有人工作做得还不错，一周可能上5天、上6天。那因为今天主要讨论的是租，所以我就先不讨论这个。OK， 那以 share house 来说，目前在墨尔本的 share house 一周大概是170到300一周左右，这个 range 其实蛮大的，就是看你租的是什么样的房子，有没有包厕所。有没有包 bill， 然后是2个人一间，还是你是自己一个人一间？那如果在市区的话，基本应该都是200以上起跳，然后可能都要跟别人共用同一间房间，所以那一个房间一周都是400以上左右。所以我目前住的房子几乎都是在市区以外。那我目前找房子的平台有 Flatmate， 然后一网，还有今日澳洲跟 FB 群组，还有 Line 的群组。那其实我觉得在澳洲找房子真的很看运气，有时候你可能找到很不错的房子。但要刚好你可以直接搬进去，他才会给你住。不然如果后面刚好又有其他人来的话，就很容易被别人租走。那在澳洲租房子要注意的是，除了有没有包庇友以外，还有交通方不方便，然后是附近有没有超市，从几号开始租，然后押金多少，以及要不要签合约。那这些如果有一些没有好好注意的话，后面都会变得很麻烦。那等一下再跟大家解释。那接下来就结合以上跟我自己6次的租屋经验来跟大家分享。那首先我刚到澳洲的时候，因为怕落地找不到房子，所以我就先借住了亲戚的朋友家1个礼拜。他们是澳洲的当地人，就很澳洲，就是一般的那种澳洲的平房，然后有2层楼这样子。地点是在 Ringwood， 距离市区大概要坐火车坐大概40分钟左右，有一点小远，但是还可以接受。那跟台湾比较不同的是，澳洲的房子很多都是没有门锁的，像是厕所啊、浴室，他们是分开的，但也都没有门锁可以锁。所以有时候可能就看门有没有关起来判定说里面有没有人在使用，或是没有人在使用这样。但除了这个以外，他们的生活环境都很不错，就像是他们住的附近就有马场啊，或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场，就是假日的时候会很多人在那边遛狗。或是有脚踏车道，可能就在河边。我之前有跟他们去骑脚踏车去附近晃晃，然后遇到的人也都会跟我们打招呼，所以就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基本上只要我吃完饭没有事情的话，我都会出门去附近走走逛逛，然后真的很舒服。在大概春天、夏天的时候出去真的很舒服，那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生活体验。那在过了这个礼拜之后，因为我原本就有预计要读语言学校。然后自己本身又很想体验看看住寄宿家庭的感觉，所以我报语言学校的时候就顺便报了寄宿家庭1个月。那1个礼拜的话，我记得是400澳币一周，还蛮贵的，跟一般的 share house 比起来是贵了蛮多。但是因为它有包每天的早餐跟晚餐，然后假日的话是包3餐，只有平日的午餐没有包。那当中我觉得比较不习惯的是，有些寄宿家庭他说会可能限制你的洗澡时间，最多只能3分钟或是5分钟，像我刚好就有遇到。但是因为我洗超过5分钟的时候，他们也没有特别的说什么，所以其实我基本上就是早点洗好，不要浪费太多水，其实应该就不会有太大的问题。然后而且我的后妈也会帮我洗衣服、晒衣服，吃饭的时候也会跟我一起吃饭，顺便跟我一起聊聊天，用英文聊聊天，顺便练习我的英文。那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体验。那如果有空的话，我之后再跟大家介绍我在语言学校还有在寄宿家庭的事情。在语言学校读书真的是我在澳洲最开心的一段日子，那我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读读看语言学校。那在快读完语言学校之前，我就开始找我工作，然后还有新的住的地方。但是因为工作还没有找到，所以还不确定工作的地点，我只能先找一些比较短的短租。那时候就在一网上面看到有个华人的房东，他房子1个礼拜只要150，而且还可以住2个人是双人房，然后客厅超大，电视也超大。但是因为他在 Point Cook 有点远，
然后我自己的话，本身是想在市区附近打工，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住那一间。但是因为我后来也是在111网也看到另外一个华人房东的房子，200一周包必有，然后地点在 High Point， 离市区的话坐火车不会到太远，大概40分钟左右。然后再加上因为跟房东一起住，所以房子很干净。房子也很大，客厅很大，厨房很大。那缺点就是附近什么都没有，可能比较荒凉，所以附近也比较黑。到了晚上就其实还蛮恐怖的。而且可能离市区比较远，所以晚上的时候那边的车子都开得特别快。那最后我刚好就找到工作，所以后来我住了1个礼拜以后，我又搬去别的家。但总体来说，在111网上面找房子的话是还不错的选择。所以如果你也找不到房子的话，也可以在111网上面试试看。那在我第4间房子是我在赖群组里面找到的 share house， 地点的话是在 St Kilda 附近，就是附近非常的漂亮。2个人1周的房租是460澳币，然后包币虽然有点贵，但是那个房间是我住过算蛮大的房间，然后而且又有沙发，然后有一个小庭院，然后有落地窗，有投影机，然后又有冷暖气，就是想开的时候就可以开。然后下班的时候回家就是可能躺在沙发上啊，然后吃晚餐，然后看着投影机看剧，就是一个还蛮舒服的环境。那比较有趣的是，因为后来我有认识2个日本朋友，然后我有找他们来我们家来吃饭，然后吃一些我们做的台湾的菜，然后跟他们一起看日剧。然后因为那个沙发也可以拉开变成沙发床，所以他们也在那边住了1天。然后我们就花了2天把初恋看完，就很像回到大学的时候，非常的懐かしい。比较特别的是，那时候也有听说很多人会在澳洲捡路上的家具回家，因为听说这里如果要把家具回收的话会比较贵，所以他们很多人都会把家具直接放在路上，然后路边，然后给需要的人。然后有一次我在路边散步的时候，就刚好看到哇，路边有一大坨家具，很多人经过的时候都在那边挖宝，连学生啊或是一些上班族经过的时候都会看一下有没有自己需要的东西，有的话他们就会直接拿走。我也经过了好几次，每次经过的时候东西都会少了一点点。然后后来我自己也去仔细的看了以后，发现哇，其实东西都还蛮新的，然后基本上看起来跟新的差不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边是富人区的关系。那就连我的房子之前租的人也捡了一些家具回到那个家，所以我们家里面就还蛮多外面捡的东西，但是看起来都还蛮新，而且还不错用。所以我们家最后光是捡来的东西就有衣帽架、桌子、椅子，然后鞋架，然后一个垃圾桶，还有全身镜。但是因为后来那个房子距离我上班的地方还是有一点太远，大概还是要花40几分钟，再加上房租，我也觉得真的有一点贵，所以最后我只住了3个星期，就又再搬去了另外一个家。但就在这个时候，遇到我在澳洲最让我头皮发麻的事情，就是在我准备搬去新家的前1天，新家的房东突然打电话跟我说，他已经把房子租给其他人，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看房子的时候有先付定金，然后跟2个礼拜的租金给他，然后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就这样租给别人。但是因为当下也没有签合约，所以好像也不能怎么样，然后他就把钱退给我们，跟我们说他把房子租给别人。就后来才发现，原来是他自己搞错。他在我要住进去的前几天，一直私讯我说你还没有要住啊？如果你没有的话，我要租给别人的。我都没有回复他。但其实他传简讯的那个人根本就不是我，他自己搞错了，他电话传到另外一个人的简讯。那个人本来就没有要住那间房子，所以本来就没有回他。这也是完全没有收到他的任何的讯息。所以后来他知道之后，我又跟他一直撸完之后，他就说好，那他让我还是住我跟他住的那个房子。新租的人他就让他去住别的地方。所以其实有没有签合约，其实真的蛮重要的。那我在这间房子的话，租金是300一周，可以住2个人。它这边的好处就是它有一个超级大的院子。平常假日如果没事的时候，可能就会坐在那边晒晒太阳，然后顺便晒衣服，就非常的舒服。而且是一个自己的私人的院子，所以就真的很舒服。客厅的电视也很大，有是 Sony 的大电视，也很新。然后厨房的话，各种家具都有，都非常的新。那地点的话，在 Braybrook， 离我上班的地方大概只要10几20分钟，坐公车的话。如果我有开车的话，其实只要5分钟还10分钟就到了，非常快。但唯一的缺点就是非常的冷，因为它房子可能是因为太旧了，然后又没有空调，所以住起来的话，那时候刚好快冬天了，所以房子非常的冷，就算我盖着棉被还是会很冷。但是因为可以买电毯或是其他方式来处理，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还好，而且又离工作这么近，所以就想说我应该会住这间房子蛮久的，应该不太会再搬其他的房子。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让我在澳洲住到我目前觉得最棒的房子，那就是我现在住的这一间。
切都要从我在语言学校认识的日本朋友说起。有天我去他们家吃饭，他们请我吃一些日本料理，结果才发现，他们家跟我们家其实住得很近，都在 Braeburg。但是呢，我一进到他的房子里面，就超级惊艳。它有一个超级大的中岛，然后有2层楼。客厅也很大，电视也很大，整个房子都很大，所以看起来真的很舒服又干净。后来他就主动说帮我们问看房东这边有没有空房可以让我们租，但其实我那时候没有抱太大的希望，因为我想说，我原本住的那间就很不错，所以我其实没有到很想说一定要搬来这里。但后来跟房东联络后，他说这边有一间双人房，然后有包卫浴，所以我们就想说来看看。结果来了以后发现，哇，真的超级赞！然后因为房东平常不租给男生，但是因为这间有包独立卫浴，所以他就觉得租给男生也可以。所以后来我就马上搬来这个新家，有多赞呢？我带你来参观。OK， 那现在就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在澳洲租的这间房子。那这是我的房间，它是一个双人床，然后房东有给我们一个桌子，然后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就很漂亮，采光很不错。然后这是我自己买的一个桌子、椅子。这个台灯也是我自己买的，然后还有上面这个冷气，非常的赞。因为其实澳洲这边非常的冷，如果没有开暖气的话，真的在房间会很冷。然后再来这边有另外一个门，里面是我超爱的一个算是更衣间。然后这边就放了我的房子，这边就放了我的行李箱、我的衣服，反正就是一个超大的更衣间。然后右边这边有3个很大的窗户，所以这边采光都很不错。然后这边窗帘，如果它有隐私的话，这边也都可以拉下来，所以其实很不错。然后再来是厕所。厕所的话，我也觉得很赞，像是这个莲蓬头，我很喜欢这个莲蓬头。然后它居然还有马桶，因为很多澳洲的房子，它的马桶跟浴室都是在不同间，所以有点麻烦。但是因为这间刚好在同一间，然后又干湿分离，所以我觉得很棒。然后还有窗户可以开，然后有抽风机在这边，所以大致上我的房间就是这个样子。那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公共空间。这边呢是一个很大的落地窗，在客厅这边，然后这个都是可以拉开跟关起来的。外面是一个很大的阳台，然后可以走出去。平常的话没事就会在这边看看旁边的公园啊什么的。电视的话，它也是很新的智慧型电视，所以想看 Netflix、看 YouTube 都可以。然后这里是我们的厨房，跟一个小餐桌，然后厨房在这边。然后平常没事的话，也会坐在这边吃午餐、吃晚餐，或是直接去客厅坐着看电视、吃晚餐，都非常舒服。然后客厅的话，它有一个冷气。所以在这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开冷气在这边吃饭，开暖气。然后冰箱的话是只有2楼的人可以用，1楼的人有另外他们自己的冰箱。然后这些他们这边置物的地方也很多，就是上面啊、下面啊，全部都是可以开的，所以非常不错。来大家看一下，然后这边锅子、气炸锅啊、热水壶也都有。然后有烤箱跟洗碗机，但是我们平常没有那个洗碗机，因为这间的洗碗机好像没办法用。然后这个是微波炉，然后盘子什么的，这边房东其实也都有提供。然后现在洗衣机的话，房东这边有，洗碗机的话，房东那边有提供。然后垃圾桶，小垃圾桶在这。然后锅子的话是全部都在这边，看不看得清楚？然后这个炉灶的话，上面这个也是可以打开，就直接抽油烟，然后还有灯。哦，对，然后客厅这边还有一个浴室，一个厕所，就是只有厕所而已，没有浴室。然后再带大家去看楼下。
另外一个日本室友。我们这边总共住了5个人，然后有3个日本人，然后1个越南人，还有我1个台湾人。然后这边是我们的玄关放鞋子的地方，然后外面那边是可以晾衣服。然后走进来的话，洗衣机啊，这边有个储藏室，里面放了吸尘器跟其他的一些清扫东西。然后这边放了洗衣机，然后这是他们的另外一间浴室，在这边。然后这是车库，平常的话车库门都是关起来，但如果我们要骑脚踏车出去，还是会把它打开。然后这边有他们其他人共用的一个冰箱，就是住1楼的共用的冰箱。然后这是烘衣机，我觉得很不错。有烘衣机就不用去采购的超级棒。然后我觉得很棒的是在这边住 share house 啊，就是可以在客厅这边，然后晚上的时候坐在这边跟大家一起吃晚餐，然后看看电视。虽然因为我们可能讲的语言不太一样，但是因为我们看的都是日剧，然后是日本电影，然后我看字幕，他们听声音，所以其实都还可以沟通，就很好玩，很有趣，所以很推荐大家来住看 share house。那以上就是我现在住的房子，很不错，对吧？真的是超级幸运才可以遇到这个房东，还有这个房子刚好会有空房可以让我住。那房租的话，2个人的话是355，一周包 bill。那如果是1个人的话，大概是285，还是有点小贵，但是因为它有独立卫浴，然后跟其他都这么不错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很值得。OK， 那以上就是我在澳洲总共搬了6次家的经验。那如果你也要来澳洲租房子的话，总结以上有几个点你可能需要特别注意。第一个是合约，像我住的这个房子，合约的话是房东自己主动跟我说，我们要不要签一个合约，就有压了日期啊，然后房租押金什么的都会写在上面，所以就很不错。那如果没有合约的话，可能会跟我之前的前一个住的房子一样，就是突然就不能住，所以就真的合约其实蛮重要。但是很多房东其实不一定会想跟你签合约，而且很多 share house 基本上好像也都没有合约，但这就是看运气，或是也可以跟房东问问看，如果真的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没办法。那第二个就是押金跟通知期，因为很多房东会希望你在搬走前的多久，你可能先通知他，所以我前几次临时要搬走的时候，我没有足够的通知期通知房东，因为我自己有找到别的租客续租我现在的房子，所以房东就把押金退给我。那之前也有听过朋友跟房东因为押金的事情瞧不拢，所以吵架，最后变得很麻烦。所以押金跟通知期这个跟大家一定要确定好。可能你如果有合约的话就用合约，没有的话可能就录音，或是对话记录的话可能要截图啊，或是都是留下证据。但是有没有用我不知道。但如果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的话，也可以去 FB 社群或是 LINE 社群跟大家问问看，大家其实都还蛮乐意回答的。最后就是真的在墨尔本要多交朋友，因为你朋友越多，资讯就越多。像我现在这间房子也是朋友介绍我来的。那墨尔本也有很多可以跟陌生人认识的活动，你也都可以去参加看看。那如果你还是很害怕的话，我刚好有创一个墨尔本的LINE社群，如果你有想加入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说。那我下一次可能也是做跟澳洲相关的影片，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追踪我，或是你有什么想知道，或是什么想看的影片内容，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下次见，拜拜。